为了写好这篇文案，没有在第一时间开箱这个冒险的黎明的索隆，不知道现在开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的视频嘛，就突出2个字：热爱。不得不说，万代对海贼这条线是真的非常的上心，新玩具发布的速度真的是不要太快。之前的鬼岛索隆因为胶皮外衣把可动限制成了残疾人，现在终于有正常的索隆可以爽玩了。而且比起2年后新世界里一会儿换一套衣服的造型，我相信对于老海迷们来说，号称零差评的索隆将近80%的圈粉瞬间都是这个经典的白 T 绿肚兜的形象，所以我估计肯定有很多兄弟跟我一样一早就下单了。毕竟刚打开来看到这个造型，思绪就会被拉回到当年的希尔兹镇，王路飞与索隆的第一次相遇。野望世界一の剣豪になることだ。俺が野望を断念するような羽目になったら、その時は腹を切って俺に詫びろ。世界一の剣豪、いいね。海賊王の仲間ならそれくらいなってもらわないと困る。不知道如今的这一幕是否已经算是做到了呢？2年后的鬼岛索隆早已是顶级皇父了，不仅官方近期实锤了索隆也有霸王色，而且右手佩刀也换成了能自动霸缠的研磨。作为索隆最重要的配件，索隆的刀还是很有讲究的。索隆的每一次换刀都是名场面之一，也标志着索隆实力的提升。目前漫画中索隆使用过的一共有7把刀，首先就是这2把黑柄刀，是小时候索隆偶遇双月跟三郎时免费捡来的2把钝刀，同时也是索隆的第一次获得的真刀。索隆也就是拿着这2把刀，在月下和古伊娜完成了真剑对决，并迎来了第2001次败北。私の2001勝目ね。悔しい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在之后和鹰眼的对决中被斩断了。玩具对于刀的细节还是挺考究的，毕竟刚出海的状态，所以给的就是这2把。而这把白色的是陪伴索隆最久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不可能被换掉的一把刀。位列大快刀21弓，从古伊娜被无上大楼梯摔死之日起，便作为遗物和见证者陪伴在索隆的身边，也是从此索隆进入了3刀流，而且也只有河道一文字有资格作为被雕着的那把刀。2款玩具同样也是如此实现的，只有河道一文字的刀柄上有凹槽，这把刀所象征的是索隆对古伊娜的誓言。这里的妖刀3代鬼彻并没有附属在玩具内，但毕竟是赌上了索隆的左臂和他立下的契约，所以3代鬼彻一直是索隆左手御用刀。之前买了鬼岛索隆的也不是斩断了锐气，所以血走葬在司法岛是最好的归宿。念世之王的粉丝也是生活的大诗人啊，但很可惜的是2款玩具都没有给血走。包括之后和龙马的僵尸一战收到的来自和之国的国宝秋水，玩具内都没有给出相应的配刀，这倒也不能怪戴哥啊，毕竟2个索隆嘛，一个是刚登场的造型，另外一个已经是和之国了，甚至中间索隆还换过几身行头。反正我相信戴哥是不会放过再出一版的机会的，内容物都已经帮你想好了。OK， 那最后紫色的这一把研磨就是和之国的专属了。同时霸气也不是初期的设定啊，出海索隆自然也是拿不了的。那看完了刀，咱们再来聊聊面雕。海贼系列的面雕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一如既往的稳定，完全就没有担心过做不好。再看看隔壁的火影，那首先是一对索隆和路飞拌嘴的搞怪面雕，做的确实是抓住了这个精髓，这个场景摆出来就很好玩。新产品一定要带一个路飞的面雕，也是这个系列的惯例了。不知道路飞到底还有多少张脸可以出啊？接着是一个大笑的面雕啊，印象里索隆这样子的大笑倒是并不多，不过这个露出的健康牙龈啊，真的是很有前期漫画里捧腹大笑的感觉。然后就是标准的雕刀脸了，嘴里做了装位卡槽，能咬住河道一文字，不过这个脸型只能配合头巾来用。另外还有个小细节啊，索隆右手胳膊上的头巾是可以拔下来的，和头上的头巾就不冲突了。真的很难相信我戴哥可以做得这么细啊，毕竟索隆的头巾可不是随便绑的，系上了头巾就意味着另外要说一下啊，戴头巾的头型和普通头是2个头型，把头巾拔下来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秃顶大脑门，所以戴头巾的面雕是不能和正常的头做替换的。鬼岛索隆也是这样的，有点偷懒啊。接着是这个面雕坏笑脸，虽然是战斗的时候索隆的邪笑，而且这个脸型我还觉得有一点小崩，不过如果加一点流血的涂装的话，感觉就可以还原名场面了。背中の傷は剣士の恥だ。見事。实
实力悬殊，死战不退，短剑直至心脏也没有后退半步。这是索隆与古伊娜的约定，是成为世界第一剑豪的野望。正是这份胆气赢得了鹰眼的尊重，这份知行合一的意志是尾田前期塑造索大真男人的核心，也是我们喜欢索隆的原因。但鹰眼知道这样是不够的，现在这把剑里只有野心。很可惜的是，之后索隆在船舱里痛哭流涕，和路飞定下再也不输的誓言。如此名场面的痛哭面雕却没有复数，实属不应该啊！あいつに勝って大健康になる日まで絶対にもう俺は負けねえ。僕あるか海賊王。而最后的这个面雕是索隆标志性的严肃脸，但如果能加上一些血字涂装，那就能还原海贼王迄今为止最震撼我的那个画面。索隆败北鹰眼是必然，但随着与草帽一伙的羁绊逐渐加深，索隆的剑里终于出现了更强大的力量，名为守护的力量。そんな野心がありながら、この男に代わって、お前は死ねるというのか。そうするほか今一味を救う手立てがねえ。船長一人守れねえでてめえの野心もねえだろ。ルフィは海賊王になる男だ。因为要守更多的可选择性。哦，对了，看到大雄的巴掌才想起来，这次的索隆一共只给了4对替换手，一对握持刀柄的手，一对握拳，一对放松开掌和一对握刀手。我确实觉得少了点啊，很不满足啊。OK， 那么说完了所有的配件，那最后再来看一看本次素体改进后的可动。首先低头超过60度，甚至快逼近90度了。抬头的时候脖子没有助力，所以只有30度上仰。左右歪头时脖子也有摆动助力，能达到接近60度的优秀摆幅。最后360度的转头，轻轻松松无压力。手臂可动方面，肩部和大臂根部的结构虽然很像之前的老式关节，但这个滑槽和尖头球关玩起来又是另一种感觉。首先手臂向前伸能达到45度以上，所以这次的索隆抱胸很简单，同时向后的幅度也那么大。平举的时候两段关节一起发力，平抬能直接到135度，超越人体。不过360度垂直风车有点反人类，毕竟两个关节都是斜切的，想摆出正常的垂直上抬也不是不行，但调整起来要费一番功夫。接着大臂360度平转被隐藏在袖子里，很不错。曲肘大概是135度左右，不是非常大，但是够用了。最后腕部也有这样的上下60度的翻折范围。腰部可动的结构就更简单了，我直接拆开来给大家看。首先下段就是一根球关的桩，而扣上的腰部又是前后窄左右宽的造型，加上绿肚兜的干涉，下段的前后弯腰可动很差。接着胸部上段也是个单球关，这种结构是毫无新意的，就看胸腰嵌套处留的空隙够不够多。那很显然这款索隆做的不够好，弯腰也就30度，同时挺胸也差不多。目前用了这个结构，并通过造型来提升可动的天花板是千纸链的蜘蛛侠，就索隆这个接近30度的弯腰显然也是不够看的。唯一的优势就是上下都能360度平转，毕竟两段直球关嘛，坐子又比较的圆。接着是大腿前踢90度正常，后踢遇到硬屁股接近45度，侧踢有结构干涉做不到90度，虽然75度也够用了，但确实没有做好。大腿根部360度平转是正常的。屈膝有点鸡肋啊，照着鬼岛索隆的照搬也只有90度多一点，这里是我整个素体最不能接受的地方。最后是脚部，靴子根部可以360度平转，脚掌前抬能到30度，但是向后只有15度左右，幅度非常的微小。脚踝向内的接力还是很优秀的，大概能到60度左右，但是向外就是几乎等于没有了。最后脚尖可以裂开上抬90度。整体的可动只能说一般啊，上半身还是挺不错的，但腰部下端开始就回到了鬼岛索隆的感觉，玩得非常费劲啊，可以给差评了。毕竟你不能相对于残疾人来说可动有提升就算进步吧，尤其是90度的屈膝，索隆很多大佛斩一类的大幅度屈膝姿势都是实现不了的。不过剩下的可动嘛，也不是一无是处。首先是一刀流，一刀流，疾손손。接着是二刀流，二刀流ラション。最后是索隆玩法最多的3刀流，三刀流，塩ビが米津鬼三刀流奥義三千世界。哦，拍爽了，拍爽了！讲到索隆的战斗，突然就想到了几年前的贴吧，热帖永远是索隆实力到底是什么级别？索隆到底算不算副船长？索隆山治谁是2把手？
男人聚在一起总是会争论这些没有营养的话题，但如果话题变为你是否想拥有像索隆一样的兄弟，那评论区想必将会是一片和谐。毕竟当路飞一无所有时，是索隆第一个愿意追随至今；当路飞身陷绝境时，索隆永远会以命相搏；当路飞被所有人质疑时，索隆永远选择相信船长；当路飞踌躇不定时，还是索隆说出那一句：それがキャプテンだろ。迷うな。お前がフラフラしてやがったら、俺たちは誰を信じりゃいいんだよ。当路飞想接回乌索普时，还是索隆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力争，维护原则。一味を抜けるってのはそんなに簡単なことなのか。いいえでもナミさん、残念ながら今回ばかりはこいつの言うことは正しい。在漫长的伟大航路航行中，每当风暴来临，众人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投向索隆，那是一种源自心底的信任和依赖。他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行动，都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是真正的伙伴，什么是对梦想的矢志不渝。当我们回顾索隆与草帽海贼团的点点滴滴，不禁感慨，他早已不仅仅是那个怀揣着世界第一大剑豪梦想的剑士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他诠释着友情、忠诚、信念与担当。得一兄弟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忘れるな。俺はいずれ世界一の大剣豪になる男だ。